王一博爆火却落选。白玉兰奖的天花板与饥饿游戏潜规则。当2011年白玉兰奖的聚光灯没有落在凭借《甄嬛传》成为国民焦点的孙俪身上，而是转向铁梨花中的陈数时，业界已出现端倪。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黎春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最近热度持续升温的话题：王一博与白玉兰奖。为什么这一次没有看到王一博出现在大家期待的话题中心？这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聊聊13年后，相似的历史以更戏剧化的方式重演2024年追风者的提名争议中，观众和市场认知的一番。王一博未获最佳男主角提名，这份荣誉却落在了剧中饰演导师角色的王阳身上。如果说前者尚可归因于两位顶尖女演员的巅峰对决难分伯仲，那么后者则更像是一套精密计算后的选择。当市场热度、观众口碑与权威奖项的认可出现如此显著的偏差时，这究竟是个体遗憾，还是系统性的必然？答案或许藏在白玉兰奖那层被称作艺术面纱的背后。在这里，奖项从来不是一场单纯的演技对决，而是一套融合了行业资源调配、生态平衡、代际更迭等多重考量的复杂系统。通过天花板效应与饥饿游戏这两个核心透镜，我们可以揭开这个系统的运行逻辑，看清一座奖杯如何在不同的演员职业生涯阶段承载着截然不同的重量与意义。深挖天花板效应，功成名就者的无形壁垒。天花板效应在白玉兰奖的语境下，特指那些已经达到行业顶级地位，拥有广泛认可代表作的演员，反而在后续竞争中面临某种无形的障碍，难以再次斩获重要表演奖项的现象。这并非否定他们的演技或贡献，而更像是行业内部的某种防垄断机制。孙俪的案例堪称经典。在《甄嬛传》这个现象级爆款之后，尽管她持续产出《辣妈正传》《安家》《理想之城》等高质量作品，并在2023年凭借《理想之城》再次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但实际获奖之路却显得愈发艰难。类似的轨迹在胡歌身上也有所体现。凭借《琅琊榜》确立剧王地位后，他的演艺生涯进入新的高度，但奖项的加冕似乎需要更复杂的考量。这种天花板背后是行业生态平衡的现实需求。任何健康的生态系统都需要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奖项作为行业最珍贵的荣誉资源之一，其分配必须服务于培育新人、鼓励多元的长远目标。当一位演员已经凭借代表作和既往荣誉确立了神格，反复为其加冕不仅会造成审美疲劳，更可能阻碍其他优秀演员的上升通道。奖项的权威性建构也与此息息相关。通过在不同演员、不同作品类型之间制造悬念和扩大表彰面，白玉兰奖得以维持公众的关注度和自身的公信力。如果奖项总是流向同一批老朋友，很容易被批评为分猪肉或小圈子游戏。这对于一个力求代表行业最高水准的奖项而言是致命的。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一博热度一直很高，
但奖项和热度之间，到底是不是完全划等号？有人觉得遗憾，也有人觉得真正重要的还是作品和长期发展。如果是你觉得演员最重要的是奖项、口碑，还是观众认可呢？欢迎留言讨论。另外，也有不少朋友问过一博同款风格穿搭，我顺便整理了一些放在评论区下面啦。感兴趣的话，欢迎自己去看看。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然而，天花板对于顶尖演员而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确实增加了竞争的难度，让每一次提名都面临更严苛的审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另类的勋章。当一位演员的地位已经无需单一奖项反复证明时，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实力的最高肯定。这种微妙的平衡，恰恰体现了行业内部对成功的多维度定义。解读饥饿游戏法则，谁是奖项的目标投喂者？与天花板效应相对应的是白玉兰奖评选中的饥饿游戏法则。这个法则的核心逻辑在于，奖项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源争夺战，评审标准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在特定历史时刻最需要这剂强心针的演员、作品类型或创作方向。这里的饥饿不是贬义，而是对行业生态中不同节点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响应。在戏剧白玉兰奖与电视节同期举办的专业戏剧奖项中，这种投喂逻辑体现得尤为直接和鲜明。该奖项长期坚持海纳百川的传统，不为名气，不为剧种大小，不为剧团出身。许多来自地方戏曲院团、濒危小剧种的演员，可能职业生涯中仅有一次机会站上这个级别的舞台。比如黑龙江省评剧艺术中心的演员田玉丽，凭借现代评剧走过暴风骤雨获得第33届白玉兰戏剧奖配角提名奖，这对于他个人和整个评剧艺术的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旦这样的演员在白玉兰的舞台上获得认可，个人知名度、演出邀约和待遇都可能发生质的飞跃，连带着整个剧团甚至剧种都能获得更多关注与资源。电视剧领域的白玉兰奖同样遵循着类似的精准投放逻辑，只是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和隐蔽。近年来的评选趋势显示，奖项似乎在执行一套精密的资源分配策略，中生代突围现象频繁出现。那些处于演技成熟期，有稳定高质量产出但尚未被完全封神的演员，往往成为奖项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需要这样一座重磅奖杯来确认其实力派地位，为其打开更广阔的戏路和片酬空间。对于评委会而言，将荣誉给予这样一位处于上升关键期的演员，比给予已经拥有顶级流量、商业价值登顶的年轻偶像，更能体现奖项培育中坚力量的行业功能。鼓励转型信号也十分明显，嘉奖那些成功突破固有戏路，完成形象颠覆性转变的演员。比如演员在长期饰演某一类角色后，突然在完全不同的题材中展现出惊人可塑性，这时奖项的认可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背书，鼓励更多演员勇于突破舒适区。资源补偿逻辑偶尔也会发挥作用。当一位演员多次与奖项擦肩而过，
但其表演实力和行业贡献有目共睹时，评委会可能在合适的时机给予迟来的认可，完成一种象征性的平衡。回到追风者的案例，从饥饿游戏的视角解读，王一博当前所处的职业阶段，拥有顶级流量和爆款作品，但权威奖项认可尚缺。与王阳的职业阶段，深耕行业多年，演技成熟稳定，但需要主流奖项加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评审眼中，王阳此刻更需要这张提名。这张提名对他来说，是雪中送炭式的关键认证，对王一博而言，可能只是诸多光环中的一个点缀。奖项的功利性计算在此显露无遗，这种计算在过往的争议中屡见不鲜。有观众将某些年份的白玉兰奖吐槽为人情奖或分猪肉奖，质疑某些奖项的颁发是否具有安慰性质，或者是为了平衡各大出品方而设置的特别奖。这些争议的声音恰恰印证了公众潜意识里对奖项纯粹性的怀疑，以及对其背后平衡术的察觉。任何评审机制都无法完全剔除主观因素和行业人际网络的影响。当多位候选人实力接近时，奖项的归属往往就变成了多种因素权衡下的份额分配。演员职业生涯曲线与奖杯的时空意义，要真正理解一座奖杯的价值，必须将其放置于演员完整的职业生涯曲线中考察。我们可以将演员的职业生涯简化为3个关键阶段：崛起期、巅峰期、巩固期、转型、突破期。在不同阶段，同一座奖杯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崛起期的奖杯是敲门砖和身份认证。对于初出茅庐或正在积累口碑的演员而言，一座有分量的奖项能够快速提升行业认知度与资源等级，意义重大，但偶然性也最强。这个阶段的获奖往往具有破圈效应，能够帮助演员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巅峰期、巩固期的奖杯则成为王冠上的明珠或防天花板的冲击钻。此时演员已经凭借代表作确立了行业地位，获奖可以进一步巩固其神格，但也开始面临天花板效应的制约。不获奖虽有遗憾，但基本盘通常不会受到根本性动摇。这个阶段的奖项竞争往往最为激烈，因为申评者都是行业的顶尖力量。转型、突破期的奖杯则扮演着通行证和强心剂的双重角色。当演员寻求突破固有形象，尝试全新赛道时，成功转型后获得的奖项认可，意味着新方向得到了权威背书，价值极高。这个阶段的演员也最容易成为饥饿游戏中被重点考虑投喂的对象。一座奖杯的价值并非恒定不变，它随着演员职业坐标的变化而浮动。奖项的颁发实质上是行业系统对演员某个职业节点的一种官方定位和资源注入。这种定位和注入的时机选择，往往比奖项本身更能反映行业的运行逻辑。系统演进、入场券规则的变迁与权力转移。白玉兰奖的评选规则并非一成不变，其历次重大调整都深刻反映了行业生态的演变趋势。2020年，白玉兰奖做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首次将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电视剧纳入评选范围。
这一改变使得《庆余年》《长安12时辰》等现象级网剧有资格参与奖项角逐。腾讯视频凭借《庆余年》一举拿下包括最佳中国电视剧在内的6项提名。2023年，改革继续深化，白玉兰奖彻底敞开了大门，将网络视听内容全板块纳入评选范围。这意味着入场券的发放资格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这张券只发给传统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现在它同样发给纯网剧、网络播出的精品短剧。那些凭借《三体》开端等作品爆火的网络制作团队和演员，从此有了被主流奖项认可的正式通道。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是权力和资源版图的重新划定。它标志着影视行业的核心话语权正在从传统的电视台体系向流媒体平台和网络制作力量倾斜。谁能拿到下一张入场券，不再只看你是否在卫视黄金档播出，更要看你在全网的影响力、口碑和艺术完成度。对于演员而言，这意味着奋斗的战场和被认可的路径被大大拓宽。你可以在网络上凭借一个极其复杂的反派角色惊艳众人，然后同样有机会站在白玉兰的领奖台上。但与此同时，竞争也更加惨烈，因为牌桌上的玩家更多了。份额的争夺战从传统电视圈蔓延到了整个视听内容领域。奖杯之外，系统、个体与观众的共谋，白玉兰奖等权威奖项的评选，是一场融合艺术评判、行业生态调控、资源再分配等多重目标的复杂实践。天花板效应与饥饿游戏是其内在运行的一体两面，共同维系着这个系统的动态平衡。前者防止资源过度集中，维持生态多样性；后者则确保资源能够流向最需要它的节点，驱动整个行业的循环与更新。这种平衡术的运作，在2024年追风者的提名争议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根据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章程，男主角、女主角奖项原则上各填报一人，即第一男主角和女主角。申报方必须在内部博弈后做出抉择，推谁上牌桌。这本身就是一场资源分配。追风者剧方最终选择王阳而非王一博，背后的考量可能包括认为王阳的演技厚度在评审眼中更稳，或是用其演技派身份冲击奖项的成功率更高。然而，奖项的得失固然影响个体职业生涯的轨迹，但最终评判一个演员的是时间、作品序列和观众持久的情感记忆。奖项是行业内部的游戏，而真正的丰碑立于更广阔的领域。那些经过岁月沉淀依然被铭记的角色，那些在不同代际观众心中引起共鸣的表演，才是演员最坚实的立足之地。回顾演员的职业生涯曲线，在初出茅庐时需要认可来开启门扉，在功成名就时需要加冕来定义高度，在寻求突破时需要背书来验证转向。或许最需要那座奖杯的时刻，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最成功之时，而是处于关键蜕变节点，急需一股外力来确认或扭转轨迹的瞬间。这既是奖项的权力所在，也是它的温度与残酷所在。它既能够成就一个人，也可能让另一个人在漫长的等待中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向。
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